1年前，在何必费力合群这期视频里，跟仔仔们分享了我在上大学时期被富二代校园霸凌、污蔑偷手机、被所有同学孤立的经历，也跟大家分享了我是如何跳出合群思维，从一个卑微讨好小透明逆风翻盘成大女主。毕业后人生开挂上天，拿下10多个国际电影节奖项，入围戛纳短片展，成为了很少有中国人能进入的好莱坞演员工会 SAG-AFTRA 的工会演员。然后在2018年拿到了第一笔投资，在北美洛杉矶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。因为那条视频入坑的仔仔把重生扣在弹幕上。今儿这期是何必费力合群的2.0版。2020年年初疫情来临，所有影视项目停摆。作为演员，我接不到一个试镜；作为老板，没有项目可接，影视公司被迫申请破产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开始寻找出路。在2020年年初开始转行做健身自媒体，发布了第一条视频，到今天整整2年，全网收获了600万个你们的关注，真的非常感谢每一位仔仔的支持与陪伴、包容与爱。所以这期视频，我把我人生中2次从低谷到巅峰，一步一个血印杀出来的独家宝贵经验给你们。抄作业总会吧？希望关注我的你们，2022年都能拿着我给你们的装备，翻身上岸，触底反弹，摘得桂冠。接下来是本期目录，仔仔们可以点赞交个学费。相信你一定体会过这2种人际关系：第一种，令你不断收获、成长、被滋养，让你的生活明媚灿烂，充满阳光；第二种，让你越来越疲惫、枯竭，不断被消耗，心力交瘁。前者叫做滋养型人际关系，是你需要投注时间和精力的关系；而后者呢，正是我要说的消耗型关系。利用你的善良、礼貌、有家教去没皮没脸消耗你的人，道德绑架你满足他们需求的人，在他提出让你为难和不舒服的要求的那一刻，就已经证明了 he or she doesn't give a fuck about your feelings。因为人性里的趋利避害，他们是不会对自己真正在意和尊重的人提出为难和不适当的要求的。那你还在不好意思什么？你还在于心不忍什么？你不是出家人，没必要对谁都以慈悲为怀，断绝这段关系。因为你的每一次退让、迎合、讨好、委曲求全，都是一次刻意的练习。就像你练一个动作，无数次的重复，越练越熟悉，直到你的肌肉和神经产生了记忆与适应，把这个动作变成了潜意识里的本能。而与此同时呢，他人的神经元里也会产生一个相应的回路 ：You are easy to control and would never speak up for yourself。免费劳动力，低声又下气，谁用谁得意，干天又动地。没错，和有些人的牵绊是无法说断就断的。这个时候，你就要学会课题分离。这个是阿德勒心理学中的一个核心理论。阿德勒认为，一切人际关系的矛盾都起因于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。比如同事对你提出了一个要求，你的课题应该是我是否接受这个要求。你只需要针对这个要求做出你想做出的回应即可。至于他该怎么办，他会有什么反应，他会不会对你有意见，他会不会失望 ，Those are none of your fucking business。别人的人生课题关你屁事儿。清理垃圾，释放内存，系统才有空间提速升级。很多时候，你的难过、沮丧、愤怒、自我怀疑，都来源于对某人的期待落空了。王姐，我的简历你给你那个老板朋友看了吗？期待某人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，期待某人永远站在你这边，期待别人理解你的处境和苦衷。这是你自己给自己制造的软肋和让事情失控的风险。当我在无论是普通团队合作，还是涉及金额较大的商业合作上被坑了无数次之后，我终于放弃了对任何人抱有期待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剥夺了别人操控我情绪的权利。你许诺会完成什么样的任务，对我有怎样的帮助，甚至说投资多少的金额，只要没发生，它就不存在。既然不存在，为何要期待？从那以后，我每次比较重要的事情或者计划，都会做好 Plan A doesn't work 的准备，总会想好 Plan B、C、D、E、F、G， 甚至 H、I、J、K、L、M。记得我上一条说的，越刻意练习就越熟练吗？你会越来越擅长独立寻找解决方案，而不是不知所措、抱怨加甩锅。你还是会去信任别人，但别人失信对你来说没有代价。一旦减少了这些损失，你自然会有更多的内存去运行和升级你的程序。给大家分享一个巴菲特和他的私人飞机飞行员 Flynn 之间的一个小故事。巴菲特让 Flynn 先写下他最重要的25个目标来，然后圈出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5个。Flynn 照做了。Flynn 现在有了2个清单，一个是他最重要的5个目标，另一个是另外20个他觉得也比较重要的事儿。
你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我懂了，我现在会马上开始着手于实现这5个目标。至于其他20个，可以放在闲暇的时间去慢慢实现。哦不，麦克，你搞错了。那些你没有圈出来的目标，是你应该尽全力去避免的事情。你不应该花任何时间和精力在它们上面。我们的神经系统和电脑总线一样，都有一个叫做带宽的东西存在。同时执行的任务太多了，你必然会卡顿、停滞，甚至死机。那如果先专注于执行一个任务呢？要知道，无论是在团队也好，公司也好，能让你获得更多价值的，不是你的努力程度，也不是你的工作时长，而是你的不可替代性。只有你的不可替代性和你的价值是成正比的。那如何增加我们的不可替代性呢？就是纵向发展，让自己在某一领域里专、深、精。我在做健身自媒体后大概3个月，决定彻底退出影视圈。影视寒冬回暖后，来找我的广告试镜、电影试镜，甚至直接定我的角色，一律拒绝。影视公司停业，不接任何电影项目，因为我知道以我的带宽，想要在短时间内提高在健身自媒体行业的发展进度，必须放弃执行其他任务。原先背剧本和试镜的时间，我用来考了美国运动委员会专业健身私教执照，掌握了专业系统的训练知识。策划电影项目的时间换成了学习人体解剖、人体力学，从骨骼下手矫正人体结构，优化身体功能，从而让我的学员有效健身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教程都有效，都能出圈，因为有底层逻辑、科学理论在做支撑。同时，我也花更多时间升级身体功能、技巧，让自己更有说服力。他们可以讨厌我的内容，讨厌我的个性，讨厌我的身材长相，但无法否定我的实力。我没有竞争对手，因为我这条赛道上只有我一个人。我也没有瓶颈期，因为我自己挖了条大路通罗马。在通往罗马的大路上，我遇到了在这一领域专业权威的挖路人。我的老师仰望伟基云，把我挖路的铁锹直接变成了推土机，让我可以轻松100倍的铲除障碍。给我这个以燃脂瘦身、塑形增肌、体态矫正为核心业务的小型瘦身工作室，增加了运动健康营养这个大业务，让我有机会发展成一家大型综合健身健康有限责任公司，从而吸引到了更多权威、资源、资本，可以在今年正式扬帆起航。关于如何寻求他人帮助、有效社交、吸引高质量资源为己所用，点赞过3万，我会出何必费力合群3.0。你作为你这家公司的 CEO， 你现在要说服我这个投资人给你投资100万美金，你的理由是什么？你公司的核心业务是什么？你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？你和市场上同类别的公司品牌相比，你的不可替代性在哪？可以思考一下，留在评论区。 You got dream to chase, not people to impress. All you gotta do is focus on yourself. Make yourself a priority. At the end of the day, you are your longest commitment. 2022，我会继续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，你只需要更加专注的前行成长。祝你春节快乐！